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故事，是关于我去年帮一对跨海姻缘牵线成功的小两口。上周小芳的妈妈从大陆回来了，给我打电话聊了好久，说去台湾看望坐月子的女儿，感触特别深，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。小芳妈妈说，丽姐啊，真得好感谢你当初的牵线搭桥，我女儿在台湾过得可好了，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记得当初小芳妈妈可是极力反对女儿嫁去台湾的，她总觉得台湾经济落后，医疗条件差，顶多就是个旅游景点。这次女儿怀孕，她特意过去陪产，这一去可真是让她大开眼界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我刚到台北桃园机场，女婿就开车来接我，路上我就发现台湾的交通跟我们这边好不一样，大家开车都特别有秩序。我正感叹呢，突然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。小芳妈妈说到这里，语气特别激动。你猜怎么着？前面的车辆立刻就主动往两边分开，让出一条宽敞的生命通道。没有哪个车主讨价还价，犹豫不决，更没有占用应急车道的。那个配合度简直让我惊呆了。我们这边虽然也在提倡让行，可实际上经常还是堵得水泄不通。有时候消防车来了，前面的车辆还在磨蹭，该往哪边让都不知道。可台湾这边大家意识特别到位，素质真的高。说起医院的情况，小芳妈妈更是赞不绝口。女儿在台北一家区域级医院生产，从产检到住院，一路下来体验特别好。你是不知道，那个医院的设施比我们这儿三甲医院还要人性化。产房里有淋浴设备、生产球、电动产床，想用什么姿势生产都行。护士们更是温柔细心，一点都不会像我们这边医院那样忙得焦头烂额。每个护士负责的产妇数量都有严格控制，能保证每个产妇都得到很好的照顾。我女儿说她一按铃，护士马上就来了，从来不用等。小芳在台湾生孩子的费用也让小芳妈妈十分意外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台湾有全民健保，生孩子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。女儿告诉我，她整个孕期的产检、住院、生产，自己只花了2-3千块新台币，折合人民币也就600-700块。不仅如此，他们那边还有生育补助。我女婿是台北人，光是台北市政府就给了6万元新台币的生育补助，加上其他补助，前前后后拿了将近10万元新台币。这在我们这边想都不敢想啊！月子中心的环境更是没话说，简直就是5星级酒店的标准。24小时都有专业月嫂照顾，还有营养师根据产妇情况定制月子餐。我女儿说，她感觉自己是来度假的，一点都不像是刚生完孩子。跟小芳妈妈聊到这里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欣慰和感动。她说，丽姐，我现在特别感谢你当初的坚持，要不是你一直劝我们开放心态，我们家小芳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归宿。说到医院的细节，小芳妈妈可谓是感慨万千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台湾这边的医院跟大陆这边真的不一样。从挂号开始就特别人性化，不用凌晨排队，也不用找黄牛，更不用担心加号、补号这些事。我女儿在怀孕期间，医院就给她安排了固定的产检时间，基本上不用等太久。每次产检，医生都会仔细解释各项检查数据，还会关心她的心理状态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医生和护士对待病人的态度，完全不会让人感觉到压力。小芳妈妈说起一个细节，有一次我女儿产检，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护士二话不说就把她推到休息室，还给她倒了杯温开水。这种细节真的很暖心，一点都不像我们这边，有时候医护人员忙得连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。还有啊，台湾这边的产科医生都特别有耐心，每次产检，医生都会详细介绍胎儿发育情况，还会教准妈妈一些实用的知识。我女儿说她的主治医生特别好，每次见面都会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不适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在跟老朋友聊天一样。生产当天的情况更是让小芳妈妈印象深刻。那天早上，我女儿觉得肚子有点痛，我们赶紧打电话给医院，护士在电话里很耐心地询问了各种症状。到了医院后，从入院到进产房，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，完全不用我们操心。产房里的设备真的很先进，而且特别注重产妇的隐私。
护士会定期来查房，但都会先敲门，等我们说可以才进来。这种尊重真的让人特别感动。小芳顺产后被安排在2人病房，病房环境也让小芳妈妈赞不绝口。病房里不仅有独立卫浴，还有电视、冰箱，简直跟酒店一样。最重要的是特别干净，每天都有保洁阿姨来打扫。护士每天都会定时来查房，教我女儿如何照顾宝宝，还会指导母乳喂养。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按铃找护士，他们从来不会表现出不耐烦。这种服务态度真的值得我们学习。说到月子中心，小芳妈妈更是赞不绝口。台湾这边的月子中心真不是盖的，规矩是挺多的，但都是为了妈妈和宝宝好。每天都有专业营养师调配月子餐，产后护理师教我女儿坐月子要注意的事项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月子中心居然还有心理辅导师，他们说产后抑郁很常见，所以会定期跟产妇聊天，帮助他们调节心情。这种细节真的很贴心，一点都不马虎。在台湾待了1个多月，小芳妈妈感触很深，以前总觉得台湾落后，现在才发现是我井底观天了。不管是医疗水平，还是服务质量，又或者是民众素质，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看到女儿在台湾过得真的很幸福，女婿和他家人都特别照顾她，街坊邻居也都很友善。现在我总算明白你当初为什么那么支持这门亲事了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经常会遇到家长们对跨海通婚的顾虑，大多数人和小芳妈妈一样，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老印象里。但是真实的台湾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？让我继续给大家分享小芳妈妈的见闻。丽姐，我跟你说，台湾这边的医疗保险制度真的很人性化。小芳妈妈继续跟我分享，我女儿办理了健保卡以后，看病真的很方便，而且花费特别少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，产检基本上都是免费的。怀孕建档之后，医院会发一本孕妇健康手册，里面有10次免费产检券。每次产检的项目都很齐全，包括抽血检查、超声波检查，这些都不用额外花钱。说到这里，小芳妈妈掰着手指头给我算账，我女儿从怀孕到生产，前后也就花了不到2000块人民币。这要是在我们这边，光是产检费用就得好几千，更别说住院、生产这些费用了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台湾这边对新生儿的保障特别好。我外孙刚出生，政府就发了一个新生儿健康手册，里面有好几次免费的健康检查券，而且从出生那天起，孩子就能加入健保，看病都有保障。不仅是医疗保障，就连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也让小芳妈妈感触很深。我在台北街头经常能看到无障碍设施，电梯、扶手、坡道应有尽有，推着婴儿车出门一点都不费劲。公交车一停，司机还会主动放下踏板，方便婴儿车上下车。还有啊，台湾这边的公共场所基本上都有母婴室，不管是商场、车站还是公园，都能找到干净舒适的哺乳室，有的地方甚至还提供热水、尿布台这些设施。这种细节真的让人觉得很温暖。小芳妈妈说起台湾邻里之间的关系，也特别感慨。我女婿家住的那个社区，邻居都特别热情，知道我女儿坐月子，隔壁阿姨经常煲汤送过来，楼下的爷爷奶奶看到我们出门，也总是热情的打招呼。这种人情味真的很让人感动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台湾这边的志工文化特别发达。我在医院就看到很多穿着制服的志工，有的在门口指引方向，有的推着轮椅接送行动不便的病人，他们都是义务帮忙的，但工作特别认真负责。谈起对台湾的改观，小芳妈妈坦言，以前总觉得台湾又小又落后，现在才知道是我们的偏见。虽然台湾的楼没有我们这边高，街道也没有我们这边宽，但在很多细节上，人家做的真的比我们好。最重要的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，不管是马路上的礼让，还是医院里的服务，又或者是邻里之间的关心，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善意。这种感觉真的很温暖。听着小芳妈妈的分享，我觉得特别欣慰。当初促成这门亲事的时候，我就看出小芳女婿是个靠谱的人。现在看来，不仅人靠谱，他们那边的生活环境也确实不错。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跨海姻缘的故事，小芳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，但却特别让人印象深刻。
让我继续给大家分享小芳妈妈在台湾的见闻。小芳妈妈说起台湾的医疗服务，还有很多感触。丽姐，台湾这边的医护人员真的太有职业素养了。我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，从来没见过哪个医生护士对病人发脾气，他们对每个人都很温柔，说话轻声细语的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个老奶奶性子特别急，一个劲儿地追问护士问题。换在我们这边，护士可能早就不耐烦了，但是那个护士特别有耐心，不厌其烦地解释，还安慰老人家不要着急。这种专业态度真的让人敬佩。说到生育福利，小芳妈妈更是赞不绝口。台湾这边的生育补助可不是只有政府发的那些，我女婿的公司也有育儿补助，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补贴，而且他们公司对请育婴假特别支持，完全不用担心会影响工作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台湾这边的职场环境对孕妇特别友善。我女儿怀孕的时候，公司专门给她调整了工作内容，还准备了休息室，同事们也都特别照顾她，重活累活都不让她干。这种体贴真的很暖心。谈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小芳妈妈如数家珍。台湾这边的便利商店真是太方便了，半夜饿了想吃宵夜，想买日用品，甚至要缴水电费，在便利商店都能搞定。最神奇的是，有些便利商店还能代收包裹，简直就是万能的。还有啊，台湾这边的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，虽然规矩多了点，但是大家都很自觉。每天晚上定点定时倒垃圾，听到垃圾车音乐响起，大家就排队等着倒垃圾。这种环保意识真的值得我们学习。小芳妈妈特别提到台湾人的公德心，我观察了好久，发现台湾这边的人特别爱护公物，公园里的设施再小，也没人去破坏。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很干净，基本上不会看到乱涂乱画的现象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有一次我在地铁上不小心把钱包掉了，等我着急忙慌地跑回去找的时候，居然看到有人把钱包放在服务台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的现金1分都没少，这要是在我们这边，可能早就不见了。聊到这里，小芳妈妈感慨道：“丽姐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特别感谢当初你的坚持，如果不是你一直鼓励我们放开眼界，可能我到现在还在井底观天呢。”虽然台湾这边的生活节奏比较慢，街道也没有我们这边繁华，但是这种重视细节、处处为人着想的生活方式，真的让人觉得很舒服。听完小芳妈妈的分享，我觉得特别欣慰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帮助有缘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看到小芳在台湾过得开心，我也替她高兴。各位老铁们，待会儿我还要继续分享更多关于跨海姻缘的故事，大家记得订阅我哦。